腾讯花那么多钱去北美招聘啊，招了我们2个臭皮匠，2年之后全都流失到说唱产业。不要30而立，决定自己的步伐。古人说这话的时候，你说48。大4时候我们成立这个直火帮，通过一个比较故事性的方式去表达社会上的议题。当时就感觉我们3个有那种自信，没有人走过我们这个路嘛，我们是开创者。Hello， 各位一条的观众，你们好，我们是直火帮 Straight Fire Gang。本科是 Swarthmore College 文理学院，学的是社会学、人类学，后来去读了芝加哥大学。我们2个是在 UCLA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，我跟他都是学数学的。大学毕业的时候，我和他是在微信做产品经理，可能跟当时微信的环境有关系，没有任何的创造力，像一个螺丝钉一样，就觉得有点丧气。正好说唱又是做起来。就当时做了这个决定。那个时候其实虽然我们办过1-2场演出，但是完全是一个未知的选择。毕竟一个是很清晰可见的前途，很怕自己做了一个很傻的选择。你要结婚了 ？OK， 一定到，那就到时候见啦，拜拜拜拜拜。巴士都要结婚了 ，Crazy， 落后了。30岁这个门槛吧，外界也会给你很多的预期啊，我们如何回应这些东西？我们在写专辑的时候，3个人都是3个编剧，然后每个人有自己的最想说的。我们写的歌词内容基本上都是我们生活里面的故事作为灵感嘛。我祝你不要早生贵子 ，Bro take your time。你生活的意义不只是要传宗接代，抨击一些约定俗成的社会预期。你以为我要去祝你这些老生常谈的什么早生贵子呀，什么白头偕老呀，实际上祝的都是大家平时不会去祝的反刻板印象嘛，这样的一些祝酒词。所谓的少年和男人的界限没有那么明确，特别是最近录就哥哥的节目，我就觉得就他们只是皮囊老了一点而已。那些哥哥每个其实都像一个男孩子，只是他没意识啊。我一看表，怎么我现在已经40多50多了。之前20几岁的时候，你总是在想着怎么去 impress 别人，让别人觉得自己很厉害。现在更多的是让别人看到你的弱点嘛。写这个专辑的时候，很想传达关于性别的议题的。我经常在一个饭桌上，大家聊到一个比较 intelligent 的话题，有2-3个男生讨论完了之后，然后突然有一个女生开始发言，讲自己的观点。有的男生会听到的时候，他就宕机了，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去反应。这个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。不值得再一次收敛他出走的决心，他并不明白他的话不被重视的原因。很多时候做的歌发到网上之后，是听众通过一些各种各样的方式找到了我们。我们的核心粉丝一直都去支持我们，解读我们的音乐，然后虽然不一定说是最出圈，但是我们比较庆幸的是，我们可以一直温和，每年都一直有这样输出。我们不是非得要所有人都喜欢我们，就像交朋友一样，你肯定希望找到真的能沟通的朋友。直火帮对于你们每一个人都意味着什么？直火帮就是家。哇，死了1秒。很难保证你一辈子什么别的事情都不去尝试，但我感觉直火帮 is always gonna be there。